位小姐你好，欢迎你。恭喜你，恭喜你刚当上奶奶了啊！来，中间请。谢谢，当奶奶不久。我今天看到戚薇的打扮的时候，我想到你讲一件事情：女人越瞧不起她今天要见的对手的时候，会打扮得越轻松。哦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完全没把 S 放在眼里。她露肩，然后那个高跟鞋什么的。不要以为它是简单的运动裤，你看它旁边这边都是亮片呢。对，隐形的低调，非常重视，很隆重，很隆重，非常还是很在乎我的 S 姐。我也是很欣赏的星座。第一次见您，很开心见到您。为什么他可以很正常的鞠躬，你要那样鞠躬？哦，可能我习惯延伸吧。要这样我就只能到这里。就只能到这？对。怎么可能啊？那个你的账单上还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研究，当中有一个东西是成套的秋衣秋裤这件事情，我要用我手里的这个2400万 AI 摄影啊，会变色的荣耀10手机拍，你们要拿出那个账单上秋裤的姿势来。为什么你坚持要喝法国的水？是因为要给 Lucky 冲，就是我女儿冲那个奶粉。哦，又是为了小孩。专门冲奶粉的水最好是不要太多的矿物质。我的水蛮在意的。我们刚刚判断你是单亲妈妈，为什么？因为账单上没有显露这个家里有男人啊。我们家里有男人。是啊，是我老公。你老公帅不帅？帅，还可以，很帅的，很帅的，李承铉。哇哦，好帅哦！跟那么帅的男生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啊？你这样对你先生很不敬哎，就是。我先生是头脑很好。这是很好，这是很好，颜值只是加分项，我觉得。你们是用韩文聊天？不，中文，全中文，他能够这样才能保证我吵架可以赢。为什么你的账单上没有显露你为他买的任何东西？因为我们两个是2个支付宝账单，所以他买他的，你买你的。我是买所有家里面的所有东西，然后他首先他也不太在网上买自己的东西，他也都是买其他的0、7、8岁的一些。他有热爱3C 产品吗？非常，他是音乐发烧友。即便是我看一个歌唱选秀类节目，就比如说我在那边就这样随便这样看，他就会制止我，他说你不能这样看，这个对音乐不尊重。不能用 iPad 看吗？我就是用 iPad 看呐，然后 iPad 放这边，然后呢我就拿个就是正常耳机连，他说不可以，然后我跟你说这个一定要就是杜比音质，然后呢要把这个拔开，它有一个专门让那个音质变得很好的一个机器，你要把那耳机连在这个机器上面，然后又把那个机器调到一个什么高频低频巴拉巴拉全部调好，然后开始听，他说看有没有差别。重点是你要听又不是他要听。就是啊，他就在讲。如果他硬要帮你弄，你不会觉得烦吗？说，哎，你这样弄，我会错过哪一段什么什么的。我会烦啊，我说这是其实没必要。就比如说我也是歌手嘛，所以我歌出来了之后，我就会正常就是拿手机就要放出来听，来听它好还是不好。因为我是觉得大家的收听习惯为标准，就很少人会拿这种发烧友的方式去听你的音乐。他不行哎，他一定要用这种，他觉得这种专业，人家好不容易精心调整的每一个编曲、每一个配器。每一个真乐器，他是音乐家吗？老师的用心，他一定要拿那个听。他是不是音乐家？他对音乐很执着，他是歌手，对不对？他是歌手出身，那就说他非常执着。先解答一件事情，就是兔子不可爱吗？超可爱的啊。那吃它干嘛嘞？那是2件事。你们家小孩多大了？3岁。3岁。他看过你啃兔头吗？他看过我吃，他看过我吃。他有问你说妈妈那是什么吗？吃，所以他现在3岁是可以吃辣。我去你们家探望婴儿的时候，看到他在啃个兔头。没有那么夸张，兔头干。这也太画面太诡异了。这个妈妈有意的喂孩子吃兔哎。兔头到底好吃在哪？还有如何吃？哪一个位置是第一口要咬的？哇，好吃炸了！首先就先哇，这样说会奇怪，就首先你先要把那个兔头那个下巴和这个位置整个炸掰开，
对，要是大 S 在的话，一定已经泪流满面，因为大 S 超爱兔子，她养了2只。啊，那是2件事。我会喜欢坐在地上，我就在家就这样。就是前面一个桌子，电视在前面，然后我就这样边扒，然后边啃什么鸭掌啊、兔头啊什么这些。婴儿就来了，妈妈那是什么？兔头。兔子是我看卡通里面那个会跳的小兔子吗？对，就是那个头。妈妈，我讨厌你。你不担心给小孩留下阴影吗？就是你让他就正确认识这件事情，就其实。吃这种东西不能细想的。你说你吃素菜会不会痛？你怎么知道？对不对啦？那你会跟你老公一起吃兔头吗？会。他也爱吃啊。他原本是兔头他也不吃，然后脑花他也不吃，小龙虾他也不吃，到最后他都吃了，现在他都就是被你劝说了。你该不会还有养兔子吧？没有，我的粉丝叫兔子。他是歌唱出道哎，那应该很会唱吧？就叫他唱啊！这么突然，不是聊到你很会唱歌。我稀奇的地方在于，就是女生唱出来像男生在唱。只要哼个2句吧，好吧。他想知道那是谁，为何总沉默寡言？你会唱啊！人群中也算抢眼，抢眼的孤独难免。好听，厉害！谢谢。哎，你比徐熙娣会唱好多。拜托，我那个 Jazz 那张你有没有听过？我听过啊，我很喜欢。你不要那么硬客气啦，你这么客气，等一下他万一追问是哪一首，你就尴尬了。我跟你讲。反正里面有几首，你说说看。他最近一出经典剧作，剧名叫做《北京女子图法》。图鉴老知道很红，现在。他在戏里面就是演出了好多人有共鸣的，不过不叫北漂，叫做北奔，对吧？其实我是个人比较喜欢奔这个姿态，因为我觉得一旦变成飘，是有那种随波逐流的感觉，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但是我们其实现在不管是在北漂还是沪漂，就是在各个大城市奔波的年轻人，其实。那个姿态是蛮主动向上的，我觉得，所以我很喜欢“奔”这个词，不太喜欢“飘”。所以一般如果大家用到“北奔”而不用“北漂”的时候，意思是他是怀抱着目标的，不是不由自主的飘过来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北奔青年跟北漂青年最大的区别啊，就是北奔青年他是以创业这个为目的的，那么北漂呢，可能更多讲的是一种生活状态和生存状态。北奔呢，实际上就讲的是自己一种激昂向上的一种励志的创业状态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你会发现，就是北奔青年的空巢率是相对低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觉得家是一种孤独的象征，他不觉得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很孤独，因为他自己会找无数的这种兴趣爱好，甚至让自己事业的时间填满自己孤独的这个空间。他演这个角色引起了很多共鸣，因为很多人真的讲的这个名词空巢青年独居，然后抱着理想或者目标到了一个城市去。你的角色有跟闺蜜一起住？对，那其实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，其实也合租，我觉得合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。所以你真的是从四川来北京的吗？对，我是四川人。所以你在北京待久了，你就会想念四川的兔头。何止兔头，超多东西，比如说我也还有谁的头？他今天戚薇来会告诉我们一些空巢青年使人生比较有趣的方法，我们让他做了以后跟他讨论。好，我们欢迎戚薇小姐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坐。没看过那么夸张的椅子吧？长得好不像椅子，我以为是布景。你看我们这像什么？像椅子吗？戚薇有几件得意的事情。第一个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得意的，就是他打游戏花很多钱。因为有的人会打游戏是不花钱的，所以花钱的意思是就是有钱，想炫是不是？对。你不是拍戏很忙吗？我就是因为拍戏就是脑子太集中，每一天就是神经紧绷，我需要一个方式去让自己
可是你在那边一直抽不到那个音球，你不会很想说虽然你就抽到它几率很小，但突然有一次你就抽到，你就哇，就这种。然后就是抽到以后呢，他就会想说，这么难得抽到了，那我要好好打扮他吧，给他买盔甲，给他买什么，就是很漂亮的皮肤线。皮肤你也管？你在跟他白聊，因为他不打游戏，他不懂玩游戏人的心情。所以皮肤不是说真的皮肤啊，整个装饰、外表就换肤色，换肤色。还有带一些特效是皮肤了。我以为想说战士还可以选择说我要他脸上有5颗豆子。我想说这也太另类的选择哦，所以皮肤是他的服装是不是？服装和特效。好，那比如说你选好那个战士，然后把他的皮肤弄得很好，然后他出去的时候，其他战士会不会这样？哇，帅 ，fashion 的风，会 fashion， 其他战士会有的鼓掌吗？就是我们在游戏服务区里，有的那个极品的装备战士就会站在广场上炫，他成天什么都不干就跟你炫。对。然后别人就会来查看他的信息，哇，这个花多少钱？真的是这样的。但是他们心里说什么你不知道，他心里说他这个傻子不会玩。好，所以你打游戏的时间超过你先生。他可能比我先打，他是那从电脑的游戏就开始了，我是喜欢手游。你们会一起坐在床上，然后一起这样？会啊。然后比如说2个人都打败了，会不会说你好厉害啊，老公？会这样吗？我们会因为游戏吵到飞起，因为他是特别就是喜欢在打游戏一直说的，你哎呀你要打就一直会。我感觉你老公是不是废话连篇的人？他觉得他中文没有那么好去表达完善的意思，所以他会一直表达。他会觉得你可能是没明白他的意思，所以他会一直说，他是出于礼貌一直说，但是我就会觉得就会惹怒我。你会嫌烦？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打游戏，就是因为他跟我说急了，我说不打了。对，然后就憋了1个星期，然后那个游戏又更新了，我说哎呀，有一个新英雄出来了，然后我就很想要。所以你老公常常把你惹毛哎。他是因为很爱你，所以他才会管你这种很细小的事情。但他懒得理你，你自己玩你自己的嘛，或你自己看你自己的，不是挺好吗？就是他就一定要来关注你在游戏上的指导啊。他刚刚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你有想哭吗？哭点在哪？就是他先生很关心他。我先生也很关心我。我的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是我先生帮我煮的，你们相信吗？相信。我都觉得他好辛苦哦。所以他是煮好了1个月的量，帮你冰在冰箱里，出门帮你把饼挂在脖子上。因为有时候我实在太懒了，我就会躺在床上一直看剧，然后我老公如果起身，我就说 baby， 他说干嘛？我说你要去哪？他说去书房啊。我说顺便帮我加杯水。你为什么不能拿着你看剧的 iPad 什么就走进去倒水？因为那个姿势你知道要调很久，调到一个说爽。真的，你知道那姿势调到了就对了。所以你现在可以体会空巢青年的痛苦，就他调到这个爽姿的时候，没有人帮他倒水。戚薇今天来之前啊，他有一个疯狂的想法，他想跟你互相窥探对方的包包。你的包可以看吗？我的包可以看啊。好，扭蛋人进场喽，请为他欢呼。哇，太利落了，身手真矫捷啊，扭蛋人！辛苦了，扭蛋人。怎么我来就好？来，戚小姐来。好，哪一个是谁的包？就我们俩要交换看还是怎么样？我都可以。那我来看，你看我的。好。哎，你这些是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哦，这很重要。火腿。仙人掌吗？这是一个中医师送我的。你站好。打身上的穴位，手上，安检，哇塞，这么大力，这没有用吧？徐熙娣，有，它这个是用来帮你那个消除静脉曲张，很爽哎，打起来，而且哪里都可以打。好 ，OK， 好。所以你这个药是什么？维他命啊？对，维他命啊，这是一天的量，这样。哇。你早上和晚上把这些吃完，这么多，对啊，所以这颗是用来干嘛的？不知道，这都是。我知道
不知道你也吃？不是，这是我老公帮我装的，所以这具体哪一颗是干嘛的，我不记。我觉得你老公是不是有试图想杀你啊？因为你哪知道里面是不是有一颗是毒药？如果他心没有愧疚的话，他试试看，我会跟着他一辈子，做不用放过他。哎呦，你也不用把这套台词准备得这么齐全，随时要说出来。无休止。好了，他没有要杀我你，跟你开玩笑的好不好？冷静一点。所以这些你都不知道他们是干嘛啦？都是什么？这是对皮肤好的，这颗。哎，万一那颗是他先生准备的毒药怎么办？那我揍也不会放过你的那位先生。然后开始查他的包包还有什么？哦，这就是那个啊，这是我女儿的玩具，就是我女儿她睡觉的时候一定手上要抓这个，她才能睡着，所以我一定包里面要带一个。哎，可是他装化妆品这个包包有点脏哎，脏包，代表我常用它啊。脏。可是你们要看它这个包包有多高级，你看高不高级？哎，这个分区很好用哎，这个我告诉你，要分区只有女生才懂。其实你们两个好没有见过世面。哦，这个因为我的化妆包也是脏的，也是脏的。哎，他的好像比你的考究哎，怎么办？杀气。所以你回去会买一个像他这种平价可是实用的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为什么？你刚刚不是在那边讲很好吗？啊，这个超大条的，你看这里厉害，这厉害，这护手霜怎么会有链子？这个小链子，为什么护手霜还要有链子？很特别。所以你会出门什么都不带，只带这个护手霜，带他出去放风。这是什么用意？我不懂哎。不就是可爱啊？你不觉得吗？就很精致啊，多此一举，多此一举。不是女生会因为很细节的一个东西被种草，就比如说，就是我觉得啊，这好可爱的链子。我觉得会有人，他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如果碰到坏人要抢他的护手霜，他就可以跟他争夺啊，就哪有坏人会为了坐牢而抢，只是为了抢一个护手霜？真的蛮好用的。坏人的手很干的时候就会抢。他其实是扮酷的耶，他都是这种要拿出来炫酷的。你买的时候有心情，就是说我得要在网上给别人看。不是我要自己拿出来那一瞬间，我是开心的。所以我要让它好看，像这些，我会觉得哎。所以你们女生在卫生间补妆的时候会互相较量你们拿出来的装备啊？不会，我不会到卫生间补妆，直接补。在大庭广众下？对啊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对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说我跟你们吃饭的时候，你们就直接拿出口红在餐桌上就开始补妆？我是会这样子。如果关系很好就可以啊。我觉得你会在餐厅里面就是捂住嘴巴，然后用那个牙线棒剔牙吗？哎，不会，我不会剔哎。所以我被人家会说，就比如说，哎，七哥，你那有个菜，我就说，哎，镜子拿来，拿来，这很厉害，这很厉害，你试看，感觉到，太厉害了，这还是我的手吗？我觉得它不是我的手了，它属于自己，有灵魂。戚薇的代表作品之一就是《北京女子图鉴》里面呢，有一整期的内容是在讲空巢青年这个现象。空巢青年我们大概界定为一个人住，没有感情生活，应该是有孤独感，有寂寞，有些想要别人陪你去，可是却没有这个人，没办法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比赛一下这个空巢青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有100位观众在现场，觉得自己是空巢青年的，请站起来好吗？我们都知道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的人当中，超过70%的人站起来，认为自己是空巢青年。连袋鼠也站起来了耶！现在站起来的人当中，从来没有一个人逛街过的，请你们坐下。哈，一个人曾经在餐厅吃火锅的，继续站。哦，这个好惨哦！火锅这因为料怎么点呢？火锅超惨吧？超惨，因为一个人很难点料哎。我问你，一个人吃一桌菜比较惨，还是一个人吃火锅比较惨？当然是一个人吃火锅比较惨。一个人吃一桌菜也很惨呢。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吃冒菜呢？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，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吃小锅就可以。对，所以一个人对着一个隆重的大火锅就不行。是的，
因为你想去调料的时候，没人帮你看包，很惨。对，很惨，你带着包去调料。对。服务员很烦人，他会一直确认：先生你一个人吗？对。然后点完之后，点完，先生你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你们现在站着人当中，曾经一个人去唱 KTV 的继续站着，一个人唱过 KTV 的有1、2、3、4、5，这唱的多难听，一个人去唱。你们2个也有？我有。最后这题可以做下，就是一个人进过手术房的。哦，这个没有。好，后面这位呢？什么手术？是在棒球队训练的时候打中了眼珠，然后我一只手捂着眼睛，满脸是血，然后自己一个人走上了救护车。哎呀，眼泪下来了。等一下，那康永哥右边是不是穿白色 T 恤？那个先生是不是？白色 T 恤，来。中腔积水，然后要去把积水抽出来，这样子。很专业，这个。你一个人去？对，然后还休克。好，戚薇，你得替我决定一下，就是棒球扎到眼睛跟胸腔积水，我要让哪个坐下？那肯定是那个积水的比较严重吗？对，积水的比较严重。有没有又积水又砸到眼睛的？那也太倒霉了吧！棒球选手，请你坐下哈。希望你早日康复。谢谢。一个人唱 KTV 这个那一关打败了不少人。台上有谁一个人唱过 KTV？ 他俩。好，你怎么了？因为我唱歌很难听，我不想被别人听，然后又想唱，然后就一个人去。你干嘛不在家里买一个设备呢？没有，因为你需要那个点歌，然后你需要摁那个掌声。你自己点自己唱自己摁，你还挺忙的。唱歌的掌声都给自己点个100分。张思党，是你唱歌很难听哦。很难听。那你还有脸自己给点100分？你知道许熙娣最喜欢听的是什么吗？是难听的歌。是什么难听的歌吗？可是要自然破音，不能假性破音。自然破音，要不唱《大地飞歌》。动次大次动。踏平了山路，唱山歌，唱得很好哎。望成一个，唱起那花。这就是我去 KTV 会唱的歌。张思达，我对不起你，太丢脸了。还好，觉得还可以，应该是我近期算比较好的发挥。不是，他刚才背对着我们唱一句，他还是有羞耻感的。没有，他可能是要弄到很丑的表情才可以唱出那个音。是，如果 party 约你去，你蛮争气的。暖场。戚薇，你觉得一个人唱 KTV 跟一个人吃火锅哪个惨？一个人边吃火锅唱着歌。我们希望给空巢青年一些鼓励，所以他们5个人等一下讲的空巢青年的见解，说不定让你们觉得比较看得开一点。不过在那个之前呢，他们要用太字3色洗衣球为歌词，然后唱出一句歌来。听个女生的。好，来雨欣。啊，全场只有我一个女生吗？国又被受伤。那个是长辈。老妈妈。没事吧？膝盖还好吗？没事吧？感觉那个床垫很薄哎，你刚才迟跪下去，你膝盖都要裂了耶。为了就不空巢，这些都可以忍耐。然后玩什么啊？就在你跟谁一起玩？就是跟他还是跟你的朋友？就跟朋友3个人一起玩。团员有愿意跟你玩吗？很多，因为我有人格魅力。我的天哪！你有证明给我看对不对？有，我有个视频。哎，张雨欣这挡着我怎么拿衣服啊？让开！你看在玩啊。好，接着睡了。他躺在猫屎旁边，哇，玩得很开心哎。对，玩得很开心。好开心的，哪里开心？但是像你们住的地方，就是空间是大的吗？很小，非常小，就大概。那你放个这么大的东西进去，会给人家添很大麻烦吗？很大麻烦。他会吗？别人有回蹭你吗？没有哎，因为我不在家啊，我在别人房间啊，他们找不到我。可是被你蹭的这个人，明天就可以来蹭你啊。
哦，对啊，他为什么不来呢？你回家好好想一想吧。哦，这样子。搬进去之后呢，就天色晚了嘛，他们就会说，那你要不要回去睡啊？我就说没事，我就在这里睡，我就睡着，我就这样不见了。好，抬走。来，抬走。好了，再见。咱们下一趴是什么？哪个环节？下一位。啊，我还有一个呢。还有一个。因为我们工作和你们的工作不一样嘛，我们就是工作，我们会有那种面对面跟粉丝交流的机会，就是那种握手会，35块钱10秒。你是说握住对方的手长达10秒？而且他不光可以买1张券，他可以买很多券，就可以一直握。他可以买100，可以叠加100秒。在场的100位花5块钱，太少了吧？花5块钱1年，花5块钱包年，可以跟雨欣握手1小时。哇，那很难熬哎。愿意花这个钱的请按1，不愿意花这个钱的请按2。好，请按钮。啊，还是有的，居然还有哎，还是有哎。对，有人花5块跟你握1小时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还不错，有30%的人愿意花5块钱跟你握手1小时。刚才积水那大哥点头了，积水那大哥他说愿意。因为你希望听。对，我要听姑娘的，因为她蛮感兴趣于旅行的那些。对，我就是自己在做旅行短视频嘛，然后我呢就是很喜欢买古着的一个人，我会去全世界各地的跳蚤市场去淘古着，然后我也会穿着古着去全世界各地拍旅行的视频。我有一个 VCR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。好时尚哦！哪一个是你？都是我。为什么里面的她比较漂亮啊？是吗？有没有看到？今天我发型有点往上走了。好，你的古着有带来对不对？有带来，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吗？想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好，对。来古着进场。真的很多哎。对，有很多。S， 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帮我们的来宾戚薇小姐呢选一个外套，还要搭配首饰。康永哥，要不要我帮池子搭一下？好啊。池子，有没有感觉想要改造一下？都是女装哎，池子。那咱们已经定了。别穿坏了。很时髦，偷地雷的。很强哎。对。假眼镜。哇，太有味道了。啊，好看的。我觉得可以上杂志哎。我怎么那么会搭？新一代的复古女王，这是我的作品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希望你们喜欢。我们的作品也很好啊。我也有一点点担心。乖。我不懂他买池子身上的衣服要干嘛哎。这件身上衣服很好看啊，你穿上好有。我觉得戚薇身上这件很好看啊。但他可能是因为他穿的不好看，他穿的不好看。啊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都说我是衣架子。S 姐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这件衣服真的上身很好看，穿一下就知道了，是不是不一样？好看。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很好看。它是有这个垫肩，然后还有腰身的。好看吗？好看。花花奖章来，戚薇，我们要把奖章颁给赶姑娘。这是新的吗？现在这个不是古着。谢谢。他这头发戴不进去。戴不进去。我来吧，还是我吧。恭喜！好，我们今天很高兴戚薇小姐来，然后我们期待她在《北京女子图鉴》之后带给我们更多更棒的戏。